全球诡异降临，世界被划分成一个个区域。你本来只是一个普通的程序员，却因为一次体检被人看上血型，利用一场车祸将你心脏摘除，身体还被分尸藏在各个角落。然而你被选中成这次的灵异事件，因此你直接开局变成鬼。但任务目标是寻找你的尸体。注意，你所在的大厦050区已被选定，事件生成中。此时你正站在路边，脑海响起机械的电子音。全球异变已经1年多了，每个月第一天凌晨会有50个区被选定，区域内所有人脑海都会响起通告。你望着远处的红芒，试图外逃或者闯入的都会直接暴毙。这是大批人群用生命探索出来的规则。看了看凌晨1点萧条的街道，不自觉攥紧了前几天在拼某某买的符纸。灵异这时候还没生成吧？然而这时一道刺耳的刹车声在你耳边响起，下一刻一股无法抗拒的力量撞在你身上，世界宛如被打碎的玻璃在你眼前分崩离析，身子狠狠摔落到几米外的柏油路上。恍惚中手里的符纸散发出阵阵炽热的温度，救护车的声音由远及近，让你内心燃起了希望。交谈声断断续续传来，你开慢点不行吗？万一怎么办？放心，我撞的右侧，这是我叔。你想说话，嘴里却不断的冒出血来，很快意识也沉了下去。不知道过了多久，时间失去意义，你终于醒了过来，茫然的环顾四周，大脑一片空白，看见远处来来往往的人群，紧接着一股充满恶意的渴望袭来，是对人类的，会活动的，想要撕碎他们。你本能的抵抗着，但还是在慢慢的失去自我，被另一股纯粹的恶取代。你的眼睛开始变红，盯上了一个路人，跟在他身后来到了一家便利店里。此时店内2个戴着黑色头套的男人正拿着匕首威胁着女店员，操，动作快点，把钱都给老子装进去。女店员哆哆嗦嗦的将现金都拿了出来。那个路人看到这一幕，直接撒腿就跑。你飘在店内，放弃了最后一丝抵抗，紧接着身体开始变得凝实，没有任何预兆，瘦小劫匪的身体直接被你硬生生扯断，发出剧烈的惨叫。高个劫匪回头看见身后的惨状，直接被吓得呆住。你撕扯开瘦小劫匪后，整个身体如气球般壮大，覆盖住高个劫匪。下一刻，他便感觉胸膛一空，整个人向后倒去。此时屋内只剩下你和角落里正在用双手死死捂住嘴巴的女店员。你站在2具尸体旁，只感觉冰冷的身体变得温暖一些，渴望也如潮水般退去，只是偶尔扫过女店员的目光，还有些许的欲望。刚刚开了荤之后，你终于找回了正常的思维，不像之前纯靠本能活动。我叫陈潇，我被车撞了。记忆重新浮现脑海，我是被人害了，看似是交通事故，但他们是有意撞上的。不过他们害我干嘛？还有那道符。很快你感觉刚刚褪去的欲望又要涌上来，店里的灯光一闪一闪发出滋滋声，身体也开始再次凝实。不想了不想了，看来回忆死状会勾起这身体的本能。随后你飘到女店员身旁，女店员看到阴影笼罩过来，身体剧烈颤抖，身下流出了大片水迹。半晌，阴影退去，确认危险离开，她赶紧拿出手机报警。你一边胡思乱想着，一边往家里飘去。我现在应该是鬼。根据目前的公告，想要避开灵异的侵扰，就要找到他的袭击规律。那我的规律是什么？不到10秒，你就飘回了自己不到10平方的出租屋。此时屋内有2个穿着警服的男人，一个在检查你的书架，另一个则坐在电脑前。看到他正在浏览你的社交平台历史记录。不是哥们，你这么没礼貌的吗？看着自己的学习资料也被打开，你有点绷不住了。你看着他们将你所有包含身份信息的物品装进袋子。随后一名警探拿出对讲机低声汇报：张队，陈潇住处搜查完毕，死者单身，父母在外地务工，社会关系简单，近期无异常经济往来，电脑硬盘内容已拷贝，未发现明显可疑线索。很快对讲机那头传来一个沉稳的声音：你们先去幸福里小区3栋1单元201跟502，这2家还缺人，我们开视频会议。你听到他们的对话，看了眼电脑上的时间，3月3日23点16，原来我死亡已经超过2天了。很快他们收拾好东西准备离开这里，你犹豫了一下还是跟了上去。随着警车一路狂飙，你来到幸福里小区，跟随拿着电脑的警探进入502室，看着他拿出电脑连入视频会议。一位身着警服的中年男人出现在视频中央，应该就是对讲机里的张队。随后见他开口道：会议人员都到齐了，时间紧迫，我们长话短说。他伸手一划，屏幕上出现3行内容：事件1 72小时内将陈潇的尸体找到，尸体完善度需在50%以上。事件2 72小时内幸福里社区每晚0点前每户需保证存在1人。事件3 72小时内每日需听取星光电台频道超过3小时，收听人数需超过050区居民数的50%。这是今天凌晨发布的灵异事件目标。先从第一起分析，死者陈潇，男，27岁，程序员。3月1号凌晨1点左右发生的严重交通事故，被送往医院后因伤势过重医治无效宣告死亡，初步判断为肇事逃逸。经过我们查证：1. 这辆车的车牌号码是伪造的； 2. 现场赶到的救护车太快，早于正常反应速度，目前暂不排除是巧合。3. 死者遗体在太平间失踪，疑似被人盗取，医院相关地段的监控刚好录入。医院表示正在调查监控故障原因，对遗体失踪一事表示震惊，并承诺全力配合。根据目前情报推测，这次车祸很可能是蓄意谋杀。事件2幸福里小区失踪案，排除有明确前往外地打工、因故未入住的居民，至少有7位小区居民失踪，他们在这2天都有出入记录，目前失踪原因不明。事件3星光电台暴乱案，该电台有放大人心中的恶念，使其情绪化的作用，肇事者都是长时间收听星光电台的资深听众，目前影响最大、性质最恶劣的就是第3事件，影响范围太大，上面已经派了3位专业人士来处理。
随着会议结束，你飘在空中若有所思。我成了灵异事件，需要找到我的尸体，确实是谋杀，但没有第一时间抛尸，反而让救护车载我去医院，可能是因为后续操作，医院有它的必要性。这时一股诡异的波动传来，你打了个激灵，飘出窗外看向了旁边的4号楼，发现那股波动的瞬间，你身体里的本能被勾起，那里有点不对劲，又来感觉了。你揉着额头穿过墙壁飘进4号楼，刚进来就看见2个赤条条的人纠缠在一起，上演着限制级大戏，画面太美，我替你们跳舞。看着那令人血脉喷张的动作，你的眼睛猛然变得通红。下一秒突然炸开，你感觉身体再次变得庞大，欲望在心底疯狂滋生。不行，得找个地方发泄出来。你快速穿过墙壁，来到了楼道最里面。随着你的靠近，电梯突然有了动静，叮的一声，电梯门自动打开，将空无一人的电梯呈现在你面前。邀我进去。正常来说，你碰到这一幕，肯定是会选择退避的。当过鬼的都懂，起码新鬼对老前辈的尊敬还是要有的，退一步又不会吃亏。但话又说回来，现在的你是没脑子的，不服就干。你直接红着眼冲了进去，紧接着电梯门迅速合拢，里面的灯光突然熄灭，电梯再次运转起来。突然，你头顶的灯光开始爆闪，血色的光芒充斥了整个箱体，白色的箱壁上渗出一缕缕鲜血。此时你只感觉身体在飞快凝视，电梯内蔓延的红色气息愈发浓烈，周围开始出现一根根血肉一样的管道。随后你只感觉身体仿佛被一只只大手撕扯，那触感似乎让你有了生前的触觉，一股股电流般的快感涌上脑海。你开始放声大笑起来，然后双眼红芒大放，身体周围的黑影变得更加浓郁，被黑影覆盖的血肉感撕裂，发出震耳欲聋的嘶吼声。电梯开始剧烈的颤动起来，随着到站提示音响起，血色迅速褪去，恢复了白色的箱壁。你身体周围的黑影开始向中间汇聚，随后你右手上多了一抹血色。大补啊！电梯门开启，一名独臂的老人站在电梯门口，看着站在电梯中间的你，向后连退了数步。鬼啊！再次感到满足的你慢慢融入墙壁，有些好奇的盯着他。除了这个老人，我对所有人都有冲动，所以只要是身体完整的人都是我的目标。另一边，在你离去不久，便利店来了3个人，中年男人扶了一下眼睛，随后看了一眼尸体，说道：“果然脏器都没了。”一名壮汉闭着眼睛四处嗅了嗅，血腥味好浓，还有股尿骚味。女店员脸色一红，有些支支吾吾的退到一旁。随后，中年眼镜男回头询问身边的一名少女：“小雨，你那边有什么发现？”只见那名少女把手伸进怀里的布偶身体里面掏着什么，说道：“很驳杂，不止一个补，但咱们只能选一个追。”就在少女的手伸进布偶里面的瞬间，你这边突然生出一股感应，把你和布偶连接了起来。随后，你快速朝着感应的地方飘去。眼镜男转身朝女店员勾了勾手，说道：“把你经历的完整说出来。”只见女店员失魂一般，慢慢靠近眼镜男。另一边的壮汉见怪不怪，然后把手搭在少女身上。半晌后，少女从布偶体内掏出一个收音机，她打开收音机，欢迎收听星光电台。星光电台吗？我记着这个是第3灵异事件。3人走出便利店，眼镜男说道：“老郭，叫人封锁这一片区域。”少女问眼镜男：“狄仁杰，你有什么发现吗？”只见眼镜男黑着脸说道：“我叫狄杰，按刚才你的发现，这次事件是2个灵异事件的掺杂，2个劫匪受到第3事件的影响，放大心中的恶念，抢劫便利店。但这里往前一个路口就是第1事件案发现场，应该在他的范围内，所以这2人触发了他的袭击条件。第1事件是陈潇的鬼魂，据案发现场来看，陈潇的袭击手段应该跟撕裂和吞噬有关，再加上第1事件的推进条件，陈潇的尸体很可能被分尸了。案发当时，有一辆救护车很快到了现场，随后医院又丢失了尸体，这并非巧合，医院也是计划的一部分，因为有人需要他的脏器，所以制造了这次意外。哇，还说你不是狄仁杰。小雨配合的鼓起掌，随后他们来到一栋大厦底下。小雨刚走下来，怀里的熊突然变了个脸。3人刚走进大厦，一名凶神恶煞的保安拦了上来：“前面的什么人？登记了吗？”狄杰面色沉了下来，老郭往前一步将他提了起来，随后亮出证件：“你们台长在哪？”保安结结巴巴道：“台长办公室在顶楼。”此时办公室内，年轻男秘书正对着一名中年秃头男人说道：“办公室有点脏了，需要让生活助理上来打扫一下吗？”台长肥胖的脸上闪过一丝异动：“不用了，那个灵异事件太晦气了，不过我的车好像有点问题，你让他去看看，在停车场等我。”好的，台长。年轻男秘书和刘总监走了出来，正好看到上来了狄杰3人，他脸色一变，挡在他们面前：“你们什么人？谁让你们上来的？”老郭亮出证件：“警探办案，需要你们配合一下。”男秘书看到证件依旧没动，说道：“什么原因要求我们协助调查？”随后拿出手机。这时狄杰抬起手轻轻打了个响指，男秘书身体一软，直挺向后倒去。旁边的刘总监尖叫一声就要跑，被老郭一把抓住，林小鸡一样拖进办公室。办公室内刚刚还意气风发的秃顶男人此时坐立难安。小雨站在窗前摆弄熊布，狄杰大马金刀的坐在老板椅上，老郭则配合的站在身侧。狄杰声音温和说道：“2位，时间宝贵，为什么你们电台会被第3灵异选中？近期有什么恶性事件发生？”台长激动了：“污蔑，绝对的污蔑！”看着台长解释，狄杰手一扬，旁边的刘总监眼神呆滞起来，随后问道：“你对这起灵异事件有了解吗？”刘总监眼神呆滞的说道：“有，我认为这是赵雅柔的死亡原因。”半晌，狄杰开始整理审问出的内容：赵雅柔，25岁，星光电台主播，孤儿院长大，死因是饭局下药被康泰安全总经理侵犯，第2天夜里跳楼自杀。突然，少女手中的布偶熊瞬间变成了黑色，露出白色的牙齿，在戒备着什么。这时，你看着面前的3人，脸色一会平静，一会狰狞。你顺着那股联系找到他们的时候，你就知道他们3人是之前张队开会说的专业人士。刚才发生的一切你都看在眼里，想默默看看这3人的特殊能力，毕竟你生前可没有机会去了解灵异。这3人来050区是为了解决3个灵异事件，现在多了解一点，后面如果被收押，也有反抗的余地。目前来看，你和这隔了一层可悲的屏障。那个眼镜男
他是动用类似催眠的能力，身上会散发出一股波动，这波动跟你在电梯里遇到的第二灵异一样，只不过他的波动没有那个鬼强。那个小女孩她手里的布偶很古怪，她跟电梯里的鬼很像，只不过她的波动很弱，就像陷入了沉睡一样。还有那个老郭，他能出现在三人组里面肯定不一般，但是目前为止你还没看出他到底是什么能力。我现在还不想与他们发生冲突，直到迪姐审问出康泰安全集团那一刻。我上个月好像参与过他们的免费体检，医院那一环你不断回想，走廊的灯光开始变得忽明忽暗，紧接着小雨手里的玩偶熊突然跳到地上，发出尖锐的声音。小雨声音发颤，他说过来了，这鬼是冲着我们来的。老郭肌肉紧绷，迅速挡在了小雨前面，一股冰冷充斥着强烈恶意的念头笼罩了在场所有人。你双目红芒大放，身影再次凝实，如潮水般的恶念涌了上来。你需要发泄，意识瞬间被取代，又变强了。难道是因为撕了一块第二灵异的原因？灯光突然全部爆碎，房间完全陷入了黑暗，一声巨大的野兽吼声响起，一簇簇火焰迅速为他们三人照亮了视野。你化作大片的黑影来到迪杰身后，但此刻数团火焰直接将你钉在地上。一个恶鬼熊掌在你面前，它从玩偶大小变成了半人高，熊掌燃烧着火焰，你的身体在火焰下去扭动着。老郭的右臂也变得漆黑如墨，在身侧一挡，随后直接抓了过去。在他手中，一道黑影在颤动着。被保护在中间的小雨发出一声尖叫，只见那个秃顶台长被两道黑影缠绕覆盖，被拉到半空，身上关节处传来阵阵响声。下一刻，无辜血肉飞溅，随着台长的身体四分五裂，所有黑影重新汇聚到一起，一起上！迪杰怒吼一声，嘴角溢出鲜血，一道波纹随着声音一起朝着黑影飞去。只见黑影顿时一阵模糊，恶鬼熊也从黑影身后冲出，两只熊掌瞬间膨胀，上面火焰环绕，抓住黑影狠狠一撕，你只感觉一股剧痛袭来，当即控制身躯再一次分裂，往四面八方遁去。办公室重新回归平静，我们打赢了。小雨脸色惨白，颤抖的拿出手机照明。恶鬼熊的火焰已经熄灭，重新变成玩偶掉在地上。迪杰长出口气，好像是退走了。老郭右手恢复正常，血色问道：“是赵雅柔吗？我们把她激怒了。”迪杰把灯光对准地上的台长尸体，看这手段，撕裂，脏器失踪，应该是陈潇。那我们为什么会被他打？迪杰看着小雨怀里的熊，若有所思。鬼是没有思维能力的，只具备本能的存在，除非满足一定的条件，才会被他们袭击。而这些条件就是鬼的袭击规律。我怀疑小雨的追踪灵异能力就存在副作用。我们循着联系找到灵异，那灵异自然也可以顺着灵异发现我们。迪杰扶了扶眼镜，所以不是我们满足了陈潇的袭击条件，而是我们主动找上了他。你站在一旁，听着迪杰的分析，配合的点点头。对，你当然没走，只不过让他们觉得你走了。当你听到康泰安全的时候，回想起自己的死因，本能再次压过了你的意识。不过好在他们三人又生生的把你给打醒了。那个迪杰，他的精神冲击是你能重新掌握主动权的关键。如果继续失去意识，变得像便利店之前一样，那对你来说，不管后面自己变得多强都毫无意义。另一边，只见迪杰对老郭说道：“发布悬赏，公布陈潇生前的照片和信息，收集陈潇的尸体和器官的线索。我们对陈潇的判断有些错误，能在第一阶段就尸体化的他的潜力肯定达到了1级，短板则是苛刻的袭击规律。”你在一旁心里满是疑惑，袭击规律苛刻，完整能叫苛刻？如果不是我还有意识，那不得杀穿05灵区？限制大，好像没什么限制啊，难道是我限制的身为鬼的我？你有些感慨，默默地跟在三人身后。第二日，你飘在玉龙山的郊区上空，看着忙碌的特异处队员们，你敏锐地察觉到了一股灵气，循着感觉飘到了一棵歪脖子树下。你微微凝视身体，捡起一块石头往旁边一扔，一位年轻的队员顺着动静找过来。队员蹲下身，用手拨开表面的泥土，血迹。队长，这里。叶巡快步走来，蹲下身查看，挖开看看。随着覆盖的泥土被挖开，下面一具人类的躯干显现了出来。这躯干里面的所有器官都不见了。你看着躯干，一股悲伤愤怒从心底升起。随后的时间，你用同样的办法，双手双腿也被慢慢找到，一具较为完整的身体被凑到了一起，只少了头颅和身体里的器官。这时一道播报响在了所有05灵区的人脑中：72小时内将陈潇的尸体找到，尸体完善度需在50%以上，已完成。第二阶段开启，7天内将陈潇的尸体完善到95%以上。播报声刚落，你感觉自己前所未有的清明，意识和能力也更强大了。完成任务进入第二阶段后，鬼的能力会恢复一部分，但限制也会增强。放到我身上就是意识被放大。看来我的存在就是给这鬼拖后腿。但你现在更想去找制造自己死亡的最大嫌疑人——康泰安全集团。默念这名字，你眼中再次泛起红芒，随后朝着市区飞去。你穿过层层墙壁，来到顶楼。江明轩此时正在工作，桌上的陶瓷杯突然爆裂开来，他下意识起身躲避溅来的水花，但身体猛然又僵住了，只因桌面上大滩水迹反射出他身后有一道扭曲的人形黑影。江明轩下意识地抖了抖，随后从抽屉里取出一个盒子，好像自己并未察觉。你看着江明轩都有些佩服他的心理素质。你心念一动，阴影迅速蔓延到他身上，下一刻他整个人被提了起来，与那鲜红的双目对视，手里的盒子掉到地上，几张照片散落出来，令人头皮发麻的捕猎声响起。江明轩的左臂直接被扭曲折断。这时办公室的门被轻轻敲响，总裁，你在里面吗？我听到您这边。一身职业装的漂亮女秘书拉开门，她看着房间内的场景，吞了口唾沫，然后转身就跑，一道阴影将她拽进来。女秘书发出惨叫，身躯直接爆裂开来。这女人反应太果断，
太不正常。你看这地上的照片，这个人确实赢得了和你对话的机会。照片一共3张，一张是你躺在手术台上昏迷不醒，第2张是玉龙山的夜色，最后一张则是被保存在透明容器中的一颗头颅。陈先生吗？感谢您为我保留了右手。你能找到这里应该有所猜测。免费体检的目的就是心脏配型，而我们董事长那个老头子心脏一直不好。050区被选中为事件区后，老头子急了，您的尸体分割掩埋室就发生过一笔，执行的人死光了，所以我才能让我安插的人把你的头保管下来。老头子怕死，他做完手术后听到你的尸体异变就转移了。尤其后面你的任务发布后，我们之间只保持了单向联系。关于全区巡视的任务，我可以帮你进行阻碍或者全力配合，只要您发话。所以您如果需要人手，至少在050区，我绝对是很好的选择。江明轩选择用最快的速度将自己的价值筹码展示出来。你依旧沉默，半晌，阴影缠绕在他身上，将手机掏出打字示意。你在这次谋杀里扮演什么角色？江明轩松了口气，知情人，老头子真名刘国泰，我是他的女婿，不过他女儿几年前就死了。在立场上，我跟您保持高度一致，都希望他早点死。72小时内，幸福里社区每晚0点前，每户需保证存在1人以上。已失败。王建国活性增强，进入暴走状态。一道播报声响起，另一边，狄姐果断按下手里的起爆器，接二连三的剧场。4号楼轰然倒塌，尘土散去，狄杰重新盖好眼睛，一挥手将漫天的尘土全部扬开。小雨扑棱着大眼睛，有些兴奋。现在5号还是月初，咱们把它收容，是不是就打破全世界纪录？地面开始剧烈震动，4号楼周围出现一根根暗红色的血液，它们仿佛拥有生命，交织在一起，向着3人组侵入过来。哇哦，术界降临低配本，不对，应该是血溅。小雨一边吐槽，一边操控着手里的熊膨胀到半人高，凝聚着火焰的双掌把血管不断划开。老伯靠近过来，把漆黑如墨的右手搭在小雨的身上，恶鬼熊肉眼可见的又大了一圈，一声令人牙酸的呻吟声传出，一个由血肉聚成的巨大肉桩缓缓出现。王建国终于挣脱了地基的束缚，肉桩上浮现出3道人脸，随着人脸出现，他们3人血液和心脏都反常的加速和跳动。速战速决，狄杰低声说道。随后只见他眼神骤然锐利，一股无形的波动从他身边激荡开去，血肉桩柱上的人脸露出痛苦神色，庞大的身躯也跟着颤抖起来。熊仔，冲啊！小雨在后面加油鼓劲，恶鬼熊在空中留下道道残影。桩柱上的人脸嘴巴猛然一张，裂开一道巨大的豁口，从里面喷出污秽的血肉，想把恶鬼熊硬生生推回去。老伯面无表情，把手搭在小雨身上，只是那只漆黑的右手肉眼可见的缩小了一圈。只见恶鬼熊的头猛然膨胀起来，深邃的黑色火焰从他口中喷涌出来，与那污秽血肉狠狠撞在一起，大量的红色血雾升腾而起，黑色火焰直接从血肉桩柱穿透而出。喷出火焰后，恶鬼熊身躯也变回原来大小，他冲到血肉桩柱跟前，对着被黑色火焰洞穿的地方向外狠狠一撕，人脸直接被硬生生撕开。狄杰对着小雨说道：“小雨，感受一下，有反应吗？”小雨闭上眼睛，随即摇了摇头，不对，没反应，他还没丧失活性。话音刚落，一道更尖锐还带着怨毒的嘶吼声响起。小雨捂着头惨叫，老伯同样痛苦，却没发出任何声音。他盯着重新聚拢身躯的王建国说道：“他的状态不稳了。”小雨重新看过去，他发现王建国身躯内被撕裂的地方不断愈合又裂开。狄姐眼中厉色一闪，撕裂伤对他有奇效。小雨开门，开门！小雨一愣，随即反应过来，随后只见恶鬼熊背后裂开一道缝隙。老伯没让狄杰催促，直接将漆黑的右手伸了进去。下一刻，还在缓慢愈合的血色桩柱身侧凭空出现了一道裂缝，老伯的手臂从中探出，贴在了最中间的人脸上。手臂贴上的瞬间，人脸眼睛直接闭合，好像陷入了沉睡。只是看着脸上不断挣扎的神色，他似乎在拒绝沉睡。狄杰从兜里拿出一块漆黑的金属钢片，口中低语：“舍金4灵，斩行都中。”黑色钢片在空中变换成一个黑色的匣子，狄杰将手臂放上去，鲜血顺着顶部被吸吮过去，他整条手臂肉眼可见变得干枯起来。匣子发出满足的低鸣，随后狄杰将它扔在地上，匣子自动吞噬掉身旁的一条血管，表面如水波般荡漾，内部的血管却传出惨叫声。片刻后，被吞噬的血管掉落出来，它已经被分割成大大小小数十段。老伯见狄杰完成动作，将手抽回，随后身子一阵摇晃，直接倒下去。失去老伯的压制，血肉桩柱上的人脸睁开双眼，口中再次发出嘶吼声。可声音刚一响起，身躯直接分裂成数十块红色碎块，这次连蠕动都停止了。小雨，这次能行了吗？狄杰脸色灰白，再次问道。小雨聚精会神地闭上双眼，半晌脸上露出喜色，有反应了，可以收容。恶鬼熊也重新变成布偶回到他手里。小雨把手伸进布偶肚子里一阵摸索，片刻后从里面取出一个老旧的木盒。他小跑到被分割出来的碎块中间，只见数十道锁链从里面伸出，将那些血肉碎块拖拽进盒子里。只见盒子从原本手掌大小膨胀到2米。赵建国收容完成。另一边总裁办公室，空气中混合着消毒水的味道。江明轩坐在办公桌，认真看着投屏里的画面，正是刚才的那场灵异大戏。他的手臂已经简单处理过，身心俱疲的他还不能回家休息，还必须强撑着用心分析这场战斗透露的信息。一切都因为角落里的那片阴影。你此时正双眼鲜红地盯着面前的手机，偶尔还用手滑动一下。江明轩眼皮直跳，他在干什么？浏览信息，搜集情报，还是在审视自己？不是说鬼都没有思维，只有本能吗？是我遇到的特殊，还是情报差异？我已经告诉他的头在哪了，为什么还不走？在江明轩心里天人交战的时候，你正乐滋滋的在论坛刷贴。自从变成鬼之后，你就没这么放松过，要么在现实打架，要么在脑海打架，再不找点乐子，不等本能逆袭，你自己都要精分。第一阶段总算完成了，只找到50%以上就行。那头跟其他部分细思极恐，官方肯定会处理好，相信势力。呵呵。最新消息，第2事件幸福里电梯事件已经成功解决，第2灵异已被收容，牛逼了，我的国！从事件发布到现在2天多。
就解决了，其他2件指日可待。收容不能消灭吗？楼上活在什么年代啊？人家的研究都表明了，鬼无法消灭，最好的办法就是让它沉睡，收容起来。讨论这些干嘛？趁着人多我来起个头，无内鬼，来点色图。都说了要色图，自拍干嘛？露这么点让别的论坛看见，还以为我们看不起。发现漏点多的，多发几张，一人一张。一开始还有人在认真讨论，但很快帖子就歪楼了。江明轩清了清嗓子，背后的阴影好像在颤抖，他忍不住了。陈先生，幸福里那边的战斗结束，只能说不愧是上面调来的对策组。王建国也就是第201已经成功收拢了，这对我们有好有坏。他们3人明显消耗巨大，恐怕接下来一段时间没有精力来管我们。坏处就是他们的效率超出了我们的预料。他停顿下来观察阴影的反应。靠，看不出来。为了防止你察觉出异常，他加快语速将自己的计划说出。您的头被我精心保管，现在就剩器官。我刚才又查了关于您的谋杀信息，刘国泰那个老头子只需求心脏，其余器官很可能在他侄子刘明强身上。接下来我会重点关注他。第2阶段的目标只要头跟这部分失踪的器官集齐，肯定就能完成。第3阶段可能就需要您的心脏。刘国泰那个老家伙隐藏的地方比我想象的更隐，这点我会加快安排，让官方去锁定他。除此之外，达成任务是攻略灵异的关键。如果他们后面与您作战，尸体一直被他们掌握，变数太大。所以我的建议是，不如由我们来补全您的尸体，完成任务。您的躯干和4肢目前被特异处保管，我会派我最可靠的人手，争取将您的尸体物归原主。您意下如何呢？随着办公室内再次陷入沉默，他感觉自己的心脏在跳。半晌，手机光亮消失，阴影清晰过来，在手机上打字，建议还行，试行看看。你看着脸上满是疲惫的江明轩想了想，今天就到这里。随后江明轩便看到空中的手机慢慢往落地窗那边移动，只是在窗前停下了。突然镜面上一直下一瞬轰然破碎，手机也被拿走了。江明轩终于松了口气。就在这时，冰冷的播报响在050区所有人脑海：72小时内，每日需听取星光电台频道超过3小时，收听人数需超过050区居民数的50%，已完成。第2阶段开启，7天内，星光电台频道仅可放送音乐节目，每日需听取星光电台频道超过1小时，收听人数需超过050区居民数的50%。此时公园内，你静静看着远处几个孩子的嬉闹，其中一个扎着羊角辫的小女孩，你生前每次遇到她都会甜甜的喊你一声哥哥。你看着他们，似乎身上的冰冷都驱散了不少。突然，你心中猛地传来一丝微弱的悸动感，好像是丢失的躯干。你试图捕捉，但找不到痕迹。随即你摇摇头，没有深究。寻找器官的事交给江明轩负责，正好可以看看他的能力。几天后，一栋私人别墅地下室内，江明轩看着面前手术台上的尸体。这几天他动用一切关系和能力，终于把陈潇的身体剩余部分找齐，甚至还动用手底下培养的雇佣兵袭击了官方，抢回了之前的4肢和躯干。此时躯干和4肢已经缝合在一起，这尸体被缝合后，缝合的地方竟然诡异的自己消失了，只是剩下心脏位置的一个空洞。突然被缝合的头颅脑袋一歪，直接拉成90度，从里面冒出大量黑气，静止在尸体上方。随后上方的黑影突然炸开，充满整个屋子，屋内的灯光也随之爆碎。你迅速飘进手术室，在你出现的刹那，黑影重新回到尸体上方，随后钻进尸体内。在黑影钻进尸体后，你看着自己那具身体微微一颤，紧接着竟直接坐了起来。坐起后，他用双手把歪掉的头颅扶回原位，然后下地向你走来。你看着向你走来的身体，犹豫了一下，也钻了进去。随着你的进入，这具身体开始剧烈的颤抖起来，只是很快，身体颤抖的幅度越来越小，最后重新归于平静。黑暗中，2点猩红亮起，凶狠地看向地下室的众人。江明轩的心咯噔一跳，这眼神给他的感觉很不好。半晌后，江明轩手机传来震动，保管好身体，找到刘国泰。7天内将陈潇的尸体完善到95%以上，已完成。第3阶段任务开启，15天内找到陈潇遗失的心脏。冰冷的电子提示音回荡在050区每一个人的脑海中。此时你来到特异处地下收容区，将自己与外界完全隔离起来。这个房间由金属构成，房间中央摆放着一个巨大的染血木箱，正是之前被对策组收容的第201赵建国。你双眼闪烁着猩红的光芒，早已不见第2阶段的清澈，这也是你急着离开江明轩别墅的原因。接收完头颅内的那部分黑影，你的意识变强了，但你还接收了一段记忆。记忆里你被送到医院的时候醒过来，随后你便眼睁睁看着身体里的器官被一个个取出，你甚至连呐喊和动手指的力气都没有。这记忆让你与鬼区的本能和恨意产生了共鸣，几乎要将你的意识淹没。看来完成任务也未必全是好事，但心脏必须拿到手。对于自己掌控鬼区甚至复活，心脏都有重要的作用。找到刘国泰取回心脏，这似乎是目前最好的办法，但你与器官的联系太微弱，一处处寻找不知道要多久。可现在自己的状态，看着外面大批的人类，你毫不怀疑自己会被本能压制，开始无差别的狩猎外面完整的人类。你来特异处是为了验证自己的猜想，你与王建国战斗过，他的能力与血肉有关，那如果自己吞了他呢？能用他的能力让身躯重新长出心脏，让身躯活过来吗？随即你找到角落里的手机，给江明轩发去一个信息，拿到心脏，满足你一个条件：7天内星光电台频道仅可放送音乐节目，每日需听取星光电台频道超过1小时，收听人数需超过050区居民数的50%，已完成。第3阶段开启，15天内星光电台频道仅可放送音乐节目，每日需超过10人前往星光电台演播室演唱超过3首歌，收听人数需超过050区居民数的90%。电台灵异的第2阶段任务也被完成了，此时距离
锁区解除，还有漫长的18天。北郊废弃工厂，刘国泰的藏身之地，大量特意处的队员在此整装待发。爆破组准备，5、4、3、2、1，沉闷的爆炸声在地下入口处炸响。一组突入，叶巡厉声下令道，随后2名队员快速冲向缺口。很快，他们来到狭窄的地下通道内，但被敌人狠狠地火力压制。火力压制，请求支援。小雨跟着迪杰来到里面，有些惊讶道：“他们不是专业的吗？为什么打不过对面？”迪杰摸了摸他的头，说道：“很正常，对面占据地利，又悍不畏死，这时候就轮到你出场了。”小雨懵懂的点点头，把变成黑色的玩偶熊放在地上。很快，玩偶熊的身体快速膨胀起来。熊仔，冲啊！片刻后，前方传来几声惨叫，一行人快速推进，终于抵达了安全屋的最深处。在一扇厚重的防爆铁门前，3人组停了下来。熊仔，上！小雨给他打气，但那扇铁门却缓缓自动打开。门内，刘国泰正对着门口，手里握着一个红色的控制器，身后堆满了密密麻麻的炸药。他看着众人说道：“就站在那里吧，你们手段太古怪，站在那里聊聊天对我们都好。如果你们打算进来，我就主动引爆这个炸弹，心跳停止，会自动引爆。”迪杰脸色阴沉道：“我们没想杀你。”刘国泰语气怨毒说道：“我就一个女儿，已经死了，我还活着，公司没了，现在更是连钱都没了。你说说，我活着跟死有什么两样？陈潇的死是我安排的，心脏我也用了，但其他的事跟我无关。江明轩他起点比我低，但比我年轻，也比我更狠。仅仅是被锁区，他就敢跟特异处抢尸。记住了，如果你们不小心将老人的话戛然而止。15天内，星光电台频道仅可放送音乐节目，每日需超过10人前往星光电台演播室演唱超过3首歌，收听人数需超过050区居民数的90%。已失败。赵雅柔活性大幅增强，进入暴走状态。冰冷的电子提示音毫无征兆的响起，哈哈哈哈哈哈！刘国泰癫狂的大笑起来。既然新世界里没有在我的船，那我就拉上整个区的人全给我陪葬。在3人惊骇的目光中，刘国泰狠狠地按下引爆器。15天内找到陈潇遗失的心脏，已失败。陈潇活性大幅增强，进入暴走状态。毫无感情的播报声穿过这巨大的噪音，清楚地传达进每个050区居民的脑海中。光芒散去，硝烟的味道与热量充斥着整个房间，但他们被一道无形的屏障死死封锁在房间内。恶鬼熊身上的火焰为众人提供了视野，这爆炸并未对迪杰他们产生任何影响，对他们心理上的打击却无比巨大。迪杰面无表情，声音有些沙哑：“疯子，我判断出错了，抢走陈潇尸体的不是刘国泰。”这时对讲机那头传来焦急的声音：“市内多处区域出现大规模骚乱，很多市民变得狂躁暴力，开始攻击周围的人，我们的人手完全。”汇报声戛然而止，取而代之的是一段诡异的哼唱声，它顺着通讯传了过来。就在陈国泰引爆炸弹，你脑海响起冰冷播报声的下一刻，一股暴力、怨毒的意识疯狂袭来。完了，你只感觉自己的灵魂变得无比沉重，在向着深渊不断的坠去，要失控了，至少得做点什么。也不知道还有没有机会再醒过来。模糊的念头闪过，很快你的视野被无边的红色布满，双眼迅速猩红一片。下一刻，你的身影出现在箱子前，身躯快速膨胀成一团巨大的黑影，2道阴影从鬼鸮身侧分裂而出，向着木箱倾袭过去。随着木箱碎裂，一股暗沉的血液迅速从箱体的位置喷涌而出，一声令人牙酸的呻吟响起，紧接着充满凶狠暴虐的咆哮也随后响起。下一瞬，血色与鬼鸮狠狠地碰撞在一起，可谓是丑鬼见面分外眼红。随着他们的活动，一股腥臭与腐败的气息迅速在屋里逐渐弥漫开来，大量的血液迅速聚集在一起，很快形成一个血色庄主，一张人脸重新浮现出来。王建国再次挣脱了束缚，鬼鸮汇聚成一个人形，俯视着血色庄主，双手处的黑影利落斩下。王建国不甘示弱，几条血肉触手从庄主上冲出，抽打过去。只见触手刚接触到黑影，就直接被整齐的切割成2半，但触手在被切开的一瞬就再次连接在一起，重新朝着鬼鸮抽打过去，并没有受到任何影响。鬼鸮双目红光大放，只见身躯都变得淡薄了一些，大量黑影被抽离出来，组合成网状向挥舞过来的触手覆盖而去，直接从触手身上穿透而过。触手直接被切割成大量的碎片，掉落在地上，失去了活性，停止活动。只见庄柱上的人脸闭上眼睛，但人脸却凝实了起来。庄柱再次催生出几条触手，重新迎上鬼鸮。这些触手与鬼鸮接触后，前端迅速融化延伸进去，而他们也失去了活性，似乎变成了王建国与鬼鸮之间的连接物。这些触手此时就像长在了鬼鸮身上，而另一端则不断的掉落出细小的黑色碎屑。这王建国选择正面硬抗鬼鸮的冲击，同时还在不断的对其放鬼血。只见半空中鬼鸮双眼红芒大放，随后发出一声微弱绵长的嘶嘶声。他没有管那些已经与身躯连为一体的触手，只是一味的膨胀，黑色的身影也变得越来越淡。王建国突然发出一声尖锐的呻吟声，他似乎预感到了什么，只见他开始疯狂的催生血锐，纷纷挂在所有能碰到的黑影上。又是一声狂响，
韦骁的身躯此时近乎透明，但身躯已经膨胀成之前的几倍大小。随着这声长啸，他的身躯如墨一般融化，流到了地上，往中间的桩柱聚合过去。巨大的触手抽打过来，黑影不见变化，触手却被完全包裹住。仅仅片刻，王建国就被黑色的海洋淹没，伴随着刺耳的撕裂声悉悉索索响起。片刻后，桩柱已经消失，而地上则堆叠了一堆大大小小的碎肉。黑影向中间汇合，重新凝聚出鬼骁的身躯。可随着黑影汇聚，呻吟声再度响起，地上的碎肉像找到空隙，再次蠕动起来。可惜鬼骁不会给他这个机会，每一块凝聚大一点的碎肉就会被一片阴影撕下。触手倒是没有阻碍，重新汇聚过去与鬼骁融为一体。双方陷入了僵持，鬼骁被无数的触手粘住，不断的流出碎血，血肉被一次次粉碎，又不停的汇聚在一起。另一边，红枫市已然是另一番景象，街道上不少市民在游荡，他们眼神空洞，脸上还挂着痴傻的笑容，嘴里无意识的哼唱着。老郭握着方向盘，脸色凝重，四周的人群已经慢慢朝他们汇聚过来。狄杰坐在副驾驶，扶了扶眼镜，审视着窗外说道：“没事，径直走。”越野车速度加快，拦路的市民都被一股无形的力量推到两边。这些被影响的人看到未被影响的人，都会主动靠近过来发动攻击。你说，如果被袭击也跟着哼几句，他们还会攻击吗？狄杰瞬间一脸黑线道：“不建议这么做，这样跟自己送上去感染有什么区别？”第3阶段的任务就是要求每日超过10人去演播室唱歌，估计跟他们唱歌就是赵雅柔加速操控他们的手段。第3阶段每日唱歌的10人，就是相当于献祭给他的，15天就是150人。3月28号开始任务结束后，赵雅柔还是会借助这150人散播灵异，我们一样要撑4天。老郭有些懊悔说道：“所以你觉得一开始不做他的灵异任务就好了？”我没这么说，不经过对比，两种处理方式很难分出高下。不做任务直接刺激灵异然后收容，风险太高了。越野车在一座立交桥上停下，狄杰拿起对讲机说道：“全体都有，这里是对策组，以此桥为界，封锁通往北郊的主要干道，收拢从市区逃离的感染者，把深度影响的市民都……”他顿了顿，还是没忍心说出那句话来，改口道：“都隔离吧。”对讲机传来回应：“收到。”随后狄杰拍了拍老郭的肩膀：“我们继续寻找。”越野车再次启动，向市中心靠近，歌声污染最严重的地方。街道两旁随处可见的大批市民汇聚在一起，可惜有念力就是可以为所欲为，无论多么汹涌的人潮，都被狄杰轻松分开。很快车就行驶到了星光大厦楼前。老郭担心道：“你这么用能力没事吗？”狄杰面色如常说道：“还好。”随后他们快速下车跑进大厦。狄杰看着满地的狼藉说道：“第3阶段判定为失败，但之前的2个阶段我们完成了，他应该被加上了某种限制，这类可以大范围传播的灵异，往往会限制他的致死性，所以只要灵异消失，受影响较浅的人应该还可以恢复正常。我们需要找到他的载体，中断他的传播，同时清理掉被严重影响可以成为赵雅柔载体的人。星光电台是赵雅柔最开始的自留地，这里肯定存在污染源。”他们2人一路排查，很快来到一间录音棚，一个年轻的女人背对着他们，嘴里反复哼唱着一段主旋律。狄杰与老郭仅听了几秒，就感到一阵恍惚，心里负面情绪都被放大。狄杰甩了甩头，目光一移，女人猛地被推到墙上，动弹不得。她的歌声停止，转过头来，双眼空洞无神，嘴角却咧成一道诡异的弧。老郭的右臂变为黑色，朝他抓去，直接死死抓住女人的脖子。老郭眼中闪过一丝不忍，手上动作却没停，黑色右臂微微用力，女人的脖子便被生生折断。老郭看着手上被溅射的血迹，小声说道：“这污染源好像有点难搞啊。”狄杰没回话，看向窗外，大厦周围之前散乱的人群，此时如同受到某种指引般，开始形成秩序的统一。狄杰叹了口气，果然，这些载体不除掉，我们是没办法收容赵雅柔的。随后，狄杰与老郭的身影穿梭在红枫市的又清理了好几个载体，直到在一处公园的滑梯旁，他们又发现了一个成为载体的老人。老人在地上匍匐前进，远处有辆轮椅翻倒在地，可即使这样，他依旧面露笑容，歌声洪亮。那个载体的目标是一个小女孩，扎着可爱的羊角辫，蜷缩在滑梯下面瑟瑟发抖。狄杰心中发紧，刚要有所动作，又停了下来，往旁边看了看。老郭却不管那么多，几步就跑到老人身旁。老人脑袋侧歪，声音猛然放大。老郭紧绷着脸，他手臂变成黑色，一掌便插进了老人的胸膛。老人嘴角流出鲜血，歌声缓缓停止，看向了小女孩，脸上闪过一丝眷恋，最后倒在了地上。老郭抽出手，露出一个温和的笑容，走向小女孩：“没事了，小妹妹。”狄杰靠近过来，眯着眼四处打量，最后还是开口：“老郭，你等会儿。”这话刚一出口，哭泣的小女孩也有了动作。她抬起头，双眼却空洞无比，瞳孔变成完全的黑色，小嘴微微张开，哼唱起了歌谣。老郭笑容僵住，伸出的手停在了半空。狄杰的脸色大变，看着女孩注视过来，只觉得有股寒意从心底升起。之前那种似有若无的压力，皆在这一刻凝实，这是只有他这类对策人才能感受到的精神压迫。女孩定定地看着他们。为什么？四周的市民也汇拢过来，停止了歌唱，重复他的话语。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老郭当机立断，右手抓向小女孩。小女孩被他抓住的瞬间，整个人向地上瘫倒，犹如一个失去灵魂的木偶。在狄杰不远处，OL 装的女人眼瞳变成纯黑色，嘴唇微张，歌声重新响起。狄杰不敢再停留，催动念力，但周围的人却变得如钢铁般沉重，纹丝不动。再看一眼老郭，此刻已经目光呆滞，哈喇子都要流出来，显然意识已经变得恍惚。狄杰全神贯注，精神力狠狠地朝那个女人刺去，歌声戛然而止，周围的人扑通倒了大腿。他强忍头痛，对着老郭抽了个大嘴巴，让他跟上自己。老郭如梦初醒，晃了晃脑，跟了上去。两人快速重新回到车上。老郭问道：“那个赵
赵雅柔什么时候盯上我们了？狄杰揉了揉脑袋说道：“大概是我们清理掉第10个载体的时候，那时候我就感觉有点不对，好像有什么东西在周围盯着我。”老郭点点头道：“这一路追过来，他换了多少载体？”狄杰反复的按摩头部，短时间内连续用精神跟灵异冲击，他有些吃不消了，7、8个吧，也不算毫无收获。被他影响操控的人，起码也有50万，这50万里面，起码有5万被他深度影响。再按10比1的比例来算，他起码有5000个载体分布在室内，光我们2个处理杀的速度都没他生成的快。这时老郭的对讲机突然响起，他应答了几声，脸色愈发难看。狄杰脑内的刺痛终于消退下去，看到他这副模样，打趣道：“看你这表情，又是坏消息，怕什么？还能比现在这局面更坏吗？”老郭咽了咽唾沫，干巴巴的回应道：“这还真不好说。据点收容所那边失控了。”很快，他们回到临时指挥地。狄杰刚推开门，叶巡就跑了过来，他脸色有些尴尬，又不得不硬着头皮汇报：“狄先生，郭队据点那边。”狄杰耐心听叶巡把情况说完，陷入了沉思，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负责在高处瞭望的特异处队员又报告来个坏消息，报告指挥部，正前方5公里外发现大规模市民群体，他们并非随意游荡，而是目标明确，有组织性的向我方防线靠拢。老郭瞬间想骂娘，却看见狄杰依旧平静的点了点头，问道：“你猜到了？”狄杰有些无奈道：“差不多吧。赵雅柔失控后就一直在扩大传播范围，市区内绝大部分人都被操控了，反倒是北郊这边都被咱们清理的差不多了。他又不是地域性灵异，向北郊这边扩散只是时间问题，更何况咱们还进去刺激了一波。”狄杰推了推眼镜，操控这么多人扩散，势必导致各地载体聚集到一处，只要想办法把这些载体全端掉，就有希望收容赵雅柔。靠我们2个肯定不行，除非总部的对策人全部都聚集在这里才有希望。你觉得火力轰炸是否可行？老郭皱着眉回道：“施行火力轰炸，那除了载体以外的市民怎么办？洪峰市内可是有200多万人啊。”狄杰看着2人犹豫不决的表情，也露出笑容。算了，还是用第2种方案吧。到目前为止，还从未有过靠物理手段解决灵异的案例。我们同为人类，确实没必要采取这么极端的手段，还是教材上重点强调的方式更好，用灵异来对抗灵异。老郭若有所思，狄杰接着说道：“王建国属于地域性灵异，但被我们收容后，他已经失去了这个基础。反正他现在已经失控，我们不如把他引到这里来，让他捕食后，在这里重建他的地狱。”老郭明悟了，让他去杀掉赵雅柔的载体。狄杰点了点头，接着说道：“撤离这里是下策，离所区结束还剩下超过半个月。赵雅柔占领这里后，市内的其余幸存者也都会沦陷，到时他可能会选择继续侵占郊外，除非我们离开这个区，不然总要对上。引诱王建国在我们中间建立地狱，让他们狗咬狗去。我们只需要打掉流散过来的载体就行。”他看向老郭，如果能让灵异确实对上我，我们就可以保留这个根据地。深刻的感觉自己责任重大后，老郭自告奋勇说道：“我去引王建国，我有把握跑出来。”狄杰摇摇头：“我已经叫小雨了，你们2个一起去。”老郭着急道：“可是他还小。”狄杰斩钉截铁说道：“他跟我们一样，也是对策人，而且你觉得一个已经被收容的灵异能够自主挣脱复灵退吗？要么是有人用了灵异手段，或者……”老郭飞速转动脑子，想起一个人来。“你觉得是江明轩？”狄杰干巴巴的说道：“我希望是，如果是他搞的鬼，我相信你会没事，但如果不是他，那可能就是这区的其他灵异。你要知道，还有个灵异跟赵雅柔一起失控，反正是不可为，你就带着小雨跑，离开这区也行。对策人的价值无法估量，以保存自身为主。时间不多，我去迎接一下赵雅柔，给你们争取时间。”远方地平线上已经出现了稀疏的人影，上了。狄杰不再保留，无形的念力爆开，直接飞向远方的人群，他的瞳孔完全消失，眼眸变得洁白，不见一丝杂色，蓦然俯视着身下的人潮，右手向着下方狠狠一抓，地面上数十名载体宛如被无形的巨手抓住，直勾勾的上升了数十米，离开地面。狄杰满意的点点头，念力岂是如此不变之物？随后只见那些载体直直的向地面落地，不少载体因此死亡。载体中一名中年妇女，她仰起头，张开嘴，发出尖锐的歌声，在纯白的眼眸注视下，狄杰清晰的看到一道道艳红色的音符从她嘴里发出，带着特有的灵异力量如箭矢般袭来。他抬起右手，一股纯白色的念力波迎上一道音符，空气中传出炸响，光线微微扭曲，很快又恢复正常。狄杰发出一声闷哼，质上相差不大，但量的差距却很大，看来还是不能硬扛。另一边，老郭带着小雨来到特异处据点，随后只见老郭拿出对讲机说道：“记住，等下所有人都不要露头。”小雨小脸紧绷，圆鼓鼓的：“老郭，我准备好了。”下一刻，他怀里的玩偶熊快速膨胀变大，恶鬼熊身先士卒，老郭跟在后面。随着深入，老郭看清了里面的景象，密密麻麻的碎肉堆叠在一起，散发出令人作呕的腥臭味。一声微弱的呻吟声响起，老郭只感觉心跳猛地加速了一拍，他立刻拉着小雨向通道外跑去。散落的碎肉重新活跃起来，转眼间便形成数十条触手向2人延伸过去。熊仔！恶鬼熊一声咆哮，环绕着火焰的熊掌将最前方的触手撕碎。2人趁机跑出地下通道，身后传来巨大的响动。他们快速回到车内，开车出发。恶鬼熊2只小短腿蹬得飞快，稳稳地跟在车后，把刺过来的触手全部拍碎。通道口冒出浓烟，巨大的一团血肉在地上滚动。跟在他们车后，他不断地在前面凝聚出触手，向冲锋车刺去。老郭看着这一幕，吐出一口气道：“运气不错，我本来以为还要跟他斗一下，才能把他激怒引过来呢。”小雨紧张地盯着后视镜，随即单手在鼻梁处虚空一抚。老郭注意到他的动作，忍不住笑起来：“你在学他啊？”小雨严肃地点点头说道：“他思考的时候就喜欢这样，装逼的时候也是。”老郭打趣地说道：“那你这样学他分析出什么来了？”小雨只
指着后视镜滚动的肉球说道：“它变怪了，它原本是红色的，让人恶心，现在却变成了纯黑色，而从它身上出来的触手却还是红色。还有，我盯了好久，它上面的人脸呢？”远处立交桥的轮廓已经出现，前方游荡混乱的人潮越来越多，挡住了去路，而车身后血肉的速度反而越来越快。老郭看着前方大量的人潮涌过来，对着小雨说道：“我下车，你让熊去开路，记得踩住油门，方向盘别动，记得联系迪杰。”他右手在跳下来的一瞬间变得漆黑，快速来到越过恶鬼熊，阻挡触手的拍击。袭来的触手只要被他右手碰到，都会失去活性掉在地上。恶鬼熊则跑到车前，将涌来的市民都拍飞出去。车内小雨拿起无线电呼叫，却不见任何回复。看着老郭的身影越来越远，他咬紧嘴唇，越发焦急。老郭紧咬着牙，抵抗着触手的不断拍击，只有压制住不断生成触手的本体，他才有活下去的希望。终于撑到血肉身边，他微微一愣，这血肉仿佛被最深沉的墨汁侵染。他不是操控血肉吗？怎么半点红色都看不见？这还是王建国吗？老郭心中升起强烈的不安。只见他的右臂猛然变粗一拳，狠狠地按在了那团血肉上。下一刻，黑色血肉旁边的触手全部失去活性。随后，只见老郭脸上流露出斗大的汗珠，他口中发出低喝，黑色的右手猛地又膨胀一圈，随即又肉眼可见的缩小。漆黑的血肉发出一声呻吟，只是声音很微弱。不好！漆黑的血肉猛地炸开，老郭整个人被掀飞出去。漫天的血雨之中，一道巨大的阴影浮现而出，只是隐约地勾勒出一个人形轮廓。这是陈潇。鬼潇四处扫视了一圈，很快视线集中在老郭身上。只见老郭快速从兜里掏出一个通体漆黑的金属钢片，口中快速念叨着一段口诀：舍金似灵，斩行之宗。随着这句口诀念出，钢片自动飞向空中，化为一个匣子。老郭没有犹豫，迅速将手臂放上去，一股强大的吸力从匣子传来，他的左臂快速干瘪下去。老郭发出一声痛苦的呐喊。这时鬼潇的袭击也到来，老郭瞬间被击飞出去，同时他从鬼潇身上撕下来一小片黑色碎片，他把手里的碎片喂给空中的匣子。做完这些，一股疼痛如潮水般涌来。只见老郭的半个身子全部被鬼壁染成了黑色，他勉强支撑着身子看向远方，匣子重新变成钢片，而远方的鬼潇也被切割成数个部分，飘散在战场各处。老郭咳嗽几声，随后向后倒去，他累了，不想再关心这么多，意识也渐渐模糊。另一边，冲锋车已经停下，陷在了人潮组成的大海里。恶鬼熊一个熊掌不断挥舞，但原本应该被撕成数半的市民，也只是胸膛被划出数道伤口。这些人无穷无尽，又不惧伤痛，将恶鬼熊生生压制。冲锋车这边，一位穿着 OL 装的女性，她的眸子漆黑无比，看向车里的小雨。小雨双眼紧闭，虽然浑身颤抖，但仍集中精力去催动恶鬼熊。幽怨的歌声从 OL 装的女人嘴中传出，直接响彻在小雨脑海。随后，只见恶鬼熊的身体慢慢缩小，最后直接成了玩具熊。半晌，小雨的双眼重新睁开，往日灵动的眸子已经变得空洞无神。另一边，迪杰的脸色愈发苍白，中年妇女的声音不断传出，在他身侧发出爆响。忽然，压力消失了，他平复了一下被透支的身体，思考起这突然发生的一点。片刻，他脸色骤变，在身上摸了摸，腰间的无线电已然不知所踪。他再次从天而起，白瞳闪过一抹黑色，又迅速被覆盖。他向下方俯视，很快在大概500-600米的距离，发现了冲锋车停在原地。老郭，小雨，他全力俯冲过去。欧耀的女人头微微一偏，再次怒吼出声。迪杰绕开掠过的音符，手微微用力，竟将那辆冲锋车凭空抓起。迪杰把小雨从车里捞出，他脸上浮现出怒气，将冲锋车向那名女人砸去。女人与周围的市民被砸中，掀起大量的烟尘，但歌声并未停止。迪杰深吸一口气，双目微凝，这次歌声终于中断，可他的眼角却溢出丝丝血迹。随后，迪杰不敢停留，抱着小雨快速向飞去。回到地面，他迅速退出状态，一股疲惫感涌上心头。叶巡快速迎了上来，迪杰小心翼翼地将小雨交给叶巡，找个安全的地方让他休息。他被影响的时间还短，能恢复过来。随后，迪杰身体再次放出微光，身体重新升空。然而他刚飞起2米高，身上光芒突然熄灭，整个人直接摔了下来。老郭，另一边，一辆黑色的车停在了老郭身边，车内下来一人迅速将老郭扛进车内，随后扬长而去。只见车内开车的正是江明轩，而远处一团红黑色的阴影被无数血丝牵扯到了战场中心，周围被血丝穿透的市民直接被吸成了一具具干尸。很快，人潮的最中心出现了一圈空白地带，大量的市民倒在了地上，周围有血丝舞动，大量载体的死亡让赵雅柔关注到了这里。两个灵异之间展开了对抗。随着时间的流逝，这片空白区域越来越小，周围的人潮开始慢慢向中心的阴影靠近。临时指挥所里，叶巡通过无人机看到这一幕，脸色凝重，对着周围的人说道：“你们说这是不是代表那个王建国已经要撑不住了？不过他好像跟我之前看到的王建国有点不一样，要不要去叫醒狄先生？现在的情况需要他来判断。”医疗室内，狄杰接过叶巡递过来的水杯，听完目前战场的情况后，半晌他终于开口问道：“老郭呢？有他的消息吗？”没有。狄杰揉着太阳穴，这个时候没有消息本身就是一种消息。随后他把眼镜戴上，没有多做伤感，在没人的配合下，我们已经无力收容赵雅柔了，做好断尾求生的准备吧。这时一名警员急匆匆跑了进来，报告狄先生，外面来了个人，指明要见你。是谁？说要见你就过来报告。主要是他说他也是对特人。两人同时一惊，这次所趋是3个灵异事件，不可能有我们以外的人能进。050区有野生的对策人吗？看着叶巡同样一脸茫然的表情，让他进来。很快一道身影就被带了进来。叶巡惊讶道：“江明轩，你说你是对策人，展示一下你的能力。”江明轩友善的笑了笑，随后右臂瞬间被深邃的黑暗覆盖。鬼臂，郭队的灵异为什么会出现在你身上？狄杰抬起右手示意叶巡冷静，但眼睛下的双瞳内白色开始扩散。如果你不是来挑衅的，最好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各位放心，我没有恶意。江明轩的手臂恢复正常，随
随后掏出几张照片，照片中老郭躺在病床上，大半的身体已经被彻底染黑。江明轩表现得无比沉痛。我们已经尽力去救郭队了，他与灵异对抗，过度使用鬼币导致活性化，他害怕他死后活性化的鬼币影响到战局的平衡，所以郭队选择让我试着驾驭鬼币。我也是在他的叮嘱下才能成功。那为什么老郭不让你来通知我？可能是郭队觉得你状态不好。我一直都想成为对策人，但一直苦于没有渠道，所以接下来的灵异对抗，只要敌对吩咐，赴汤蹈火在所不辞。按理来说，我们的计划轮不到外人插手，但现在情况紧急，你又继承了老郭的鬼币，说说你的想法吧。不知目前情况是？很快叶巡将战场情况快速说了一遍。王建国我了解的不多，不过郭队说与他对抗的不是王建国，而是陈潇。陈潇会使用王建国的能力，但问题是吞噬了王建国的陈潇也被赵雅柔压制住。我倒有不同的看法，我亲眼看到过陈潇袭击郭队，他当时保持着人形，还有一对红色的眼睛，但现在却是单纯的阴影。是不是因为陈潇被郭队压制过还没恢复？鬼侠的封印如果没有后续收入，压制不会超过半小时，而现在已经过去了16个小时，所以你的这个说法并不成立。但陈潇现在的状态肯定不对劲。叶巡看着狄杰和江明轩一唱一和，几个小时后，叶巡麻木地看着二人，最后他们决定将陈潇的尸体送进战场中央，看看能不能唤醒陈潇来进一步抵御赵雅。你等下把陈潇的尸体送过来，自己找个地方休息。江明轩摊开双手表示听从，只是众人走后，他的脸上浮现出一股得逞的笑容。时间在凝滞般的等待中缓缓流逝，狄杰瘫在椅子上，不知道在思索什么。小雨已经醒了过来，抱着草莓熊坐在一旁，小脸满是哀伤，地上散落着不同的照片，照片中的男人奔跑着，大笑着，与他们合照，以及最后面部被黑色覆盖。这时江明轩走了进来，狄杰站起身，戴上眼镜，走吧。小雨也站了起来，下意识地拉住了他的衣角，你得留在这里。狄杰很温柔，如果计划不成就算了，如果成了，陈潇复活，他是什么还是个未知数，这边需要你。他摸了摸小雨的头，放心，我命比较硬。说完便走了出去，准备好了。江明轩点点头，放松身体，跟我来。说完，狄杰身上气息猛地一声，他的眼睛瞬间被白色覆盖，整个人直接飞到半空，随后一股无形的力量笼罩住江明轩，把他和不远处的一个睡袋一起拖上天空。紧跟着狄杰的身影向那片战场飞去，战场中心，大片扭曲的血丝从阴影里激射而出，被血丝洞穿的市民瘫倒在地上，然而汇聚成浪潮的合唱声一波接着一波袭来，血丝在歌声中迅速暗淡，最后瘫软在地上，随后慢慢的回到阴影里，不一会儿又会有新的血丝生成，周而复始的过程也是双方灵异的一波波对撞，但市民数量实在太多，血丝生成的速度已经赶不上市民填充的速度，被清空的空白地带再次被涌入的人潮填满。就在僵持之际，地变突生，人群中数十个放声高歌的载体突然腾空而起，然后飞向那片阴影，新生的血丝直接将这些载体全部洞穿，歌声陡然变得尖锐起来。狄杰只感觉身躯一沉，他露出笑容，明白自己又一次被赵雅柔锁定，数道红色的音符向他袭去，而他也瞅准时机，将身旁的睡袋向着阴影内投去。下方人潮中，一名 OL 装的御姐猛地抬起头，他的双眼漆黑如墨，尖锐刺耳的歌声从他口中发出，在狄杰的视野中，一部分音符向着睡袋飞去。狄杰低喝一声：“江明轩！”身旁的江明轩右手瞬间被黑色覆盖，搭在了狄杰肩膀上。只见在手搭上的一瞬间，狄杰周身的光芒骤然暴涨，他带着江明轩飞到阴影上空，双手向前一推，白色的念力波与红色音符在空中碰撞，发出一声声清脆的爆响，而睡袋终于落入阴影内。只见睡袋落入其中，激起一层荡漾，缓缓向下方沉去。待它完全落入阴影后，浮动的阴影向下坠去，你的尸体完全显露了出来，胸膛有一道巨大的窗口，周围的空气仿佛都开始沸腾起来，延伸出去的血丝全部化为鲜血，不断的往尸体内涌去。狄杰激动地看着这一幕，成功了！先别急，我们得给他争取时间。江明轩冷静地说道。狄杰身上背负了太多，老郭的遗志，幸存者的希望，而他来此的目的只有一个，获得积分。下方随着所有的血色都被尸体吸收，周围的人潮再无阻碍，迅速扑了过来，而你周围的黑影也不对劲，并未对涌上来的人群做出反应。我撑不了多久。狄杰眼睛一眯，最前方的数十名人群直接被抛飞了出去。时间1分1秒的过去，狄杰的身体开始微微颤抖，数道音符全靠盾牌才得以挡下，而江明轩就是那个盾牌，他被狄杰拽过来拽过去，很无辜的当起了人形盾牌。终于过了5分钟，随着最后一丝血液被尸体吸收，安静躺着的尸体突然剧烈的颤抖起来，周围如水波荡漾，阴影仿佛受到召唤一般，全部涌入尸体内。随后你的双眼猛然睁开，只见左眼被猩红充斥，满是暴虐与怨毒，而另一边的则是正常的黑白色，只有古井无波的平静。两种截然相反的情绪出现在了同一双眼睛上。上方狄杰面色一红，心脏的跳动也在一瞬间变得剧烈起来，他赶紧带着江明轩升上高空。这时你的身体内发出仿佛无数刀子割过身体的声音，大量扑来的市民倒在地上，你却抱着头，脸上时而狰狞，时而平静，而随着你的痛苦，那道声音也变得急促起来。以你为中心，半径50米内的人全部倒在了地上，一道道鲜血从那些倒下的人身上汇聚，向陷入痛苦的你涌去。狄杰在天上看得心惊肉跳，操控血肉的能力是王建国的，但灵异的来源确实是陈潇，这说明陈潇的状态并不乐观。下方一个体态丰腴的女人双眼迅速变黑，以她为中心，这片区域的近百万人全部开始歌唱，而被歌声笼罩住的你身体停
停止了颤抖，你脸上不断切换的表情也变得平静，双眼也变成了空洞，似乎成为了一尊失去灵魂的雕塑。狄杰和江明轩看着这一幕，同时松了一口气，随后飞往营地。夕阳沉入远方的地平线，庞大的歌声笼罩着整个战场。你静静地矗立在原地，身下是一旁被鲜血染红的土地。丰腴的女人走到你前面，将你推倒，自己也坐在地上。女人给你做了个膝枕，脸颊凑近你的耳边，重新开始唱歌，近距离的听着靡靡之音。你的双眼也缓缓闭上，而此时在你的脑海意识内，你默默地看着外面的一切。你在沉沦的最后一刻释放出了王建国，这也导致鬼枭在夺回身躯之后与王建国正面的对上。他们一直打到最后，鬼枭虽然吞噬了王建国，但他自己的活性也被消磨了大部分。王建国才是真的倒霉，一次比一次惨，直到最后成为鬼枭的一部分。接着鬼枭又被老郭用鬼下封印。就在这个时候，你反扑了，人的意识与鬼的本能开始交锋，身躯残余的基本力量激发王建国的血肉能力，选择前往战场的最中央捕猎。王建国的能力严格来说很强大，但是他确实没赢过。哪怕你的重生有些特殊，但依旧在与鬼枭的意识交锋，被鬼枭按在地上。直到狄杰与江明轩的到来，你勉强控制血肉能力，将心脏催生了出来。意识有了肉体这个锚点，慢慢的能勉强和鬼枭僵持下去。而载体的快速折损，让赵雅柔对你换成了入侵的手段。随着歌声的侵入，本就捉襟见肘的你很快就再次陷入了沉睡。另一边感觉没睡多久的江明轩被人叫了起来，看着微光从云端渗透下来，他伸了个懒腰，熟练的放松身体，被迫腾空飞到狄杰身边，来到战场中央俯瞰下方。怎么样了？狄杰指着最中央，感觉不太好。只见那名丰腴女子的身躯变得摇摇晃晃，这就有变化了。狄杰也有些疑惑，赵雅柔的精神影响这么强吗？陈潇该不会被赵雅柔占据身体吧？狄杰也被自己的想法吓了一跳，一个赵雅柔再加上陈潇的破坏力，还有王建国的再生能力，还有的打吗？应该不至于。只见这时丰腴女人突然倒下，下一刻随着歌声的停止，你重新站了起来，双瞳被纯黑色覆盖，然后又散发出红芒，下一刻你的身体就动了起来，而你身下的影子被拉得很长很长，你开始快速的穿梭在人群当中，每个与你擦肩而过的人，身体的四肢都开始争先恐后的掉到了地上，而与你撞到一起的市民，身体更是会被你暴力的撞散。天空中的狄杰看到这一幕有些呆滞，赵雅柔都不能控制他的载体了，为什么陈潇还能动？你似乎感应到了上空狄杰的注视，身体停了下来，转过来看向了远方的天空，然后就这样与狄杰对上了眼。狄杰瞬间感觉头皮发麻，随后你可爱的歪了歪头，似乎有点不解。下一刻你的双目红芒闪烁，整个人倏地消失在了原地，没了。狄杰有些疑惑，黑色的手臂猛然搭在了狄杰的肩膀上。江明轩焦急地说道：“快走！”狄杰脑海下意识闪过了一个念头，该不会是……随后他身上光芒大放，浑厚的念力向身后释放过去，紧接着带着江明轩向前方全力飞去。当狄杰回头看时，只见你随手将念力波分成数点，而你的身体此时非常的怪异，整个身子倒挂在空中，双臂自然垂落，而脚下的那片阴影却笔直的站着。随后快速的向他们追去，搭在狄杰肩膀上的手臂猛然变粗，然后又细了一拳。江明轩几乎吼着说道：“全力加速！”狄杰不敢再犹豫，将灵异力量催动到极致，两人如炮弹般的激射出去。你看着快速远去的身影，身体在空中一滞，脑袋僵硬的侧歪，似乎在思考什么。随后身体迅速向下坠去，重新回到地面。你又开始快速的在人群中奔跑起来，继续收割着周围的人群。这是场杀戮的盛宴，他们用尸骸为你铺就出一条白骨之路。另一边，狄杰和江明轩在远处的楼顶落下，看着在战场上纵横的身影，脸色凝重到了极点。他拿出无线电，所有人员全部撤出前线。一旁的江明轩终于松了一口气，他看狄杰重新飞起，问道：“你还要回去？”“我必须回去。战场上还有近30万人，这些人恐怕就不回来了。但可以借此观察陈潇的袭击规律，否则按照他的屠杀速度，全市的人放在他面前能坚持几天？你不会觉得他杀完战场上的人就停手了吧？我们好像玩脱了。”说完，他不再犹豫，迅速向战场飞去。尸骸内你周围被无边的黑暗笼罩，每次被拉入意识战，都会沉浸在这片深海里。你很快回过神来，并且有点想笑。就这时，一道模糊的音乐传了过来，意识的海洋里也出现了一道光芒。你向着光芒飘去，看到了一个小小的漩涡，你没入其中，进入到了一幅幅场景之中。加班、熬夜、写代码、被训，太痛了！直到心脏被取出，画面逐渐黑了起来。你对此并没有什么感觉，毕竟前几天刚刚经历过，还不如跟那个刚出生的小老弟互殴来的激烈。那个老弟挠起来是真狠啊，下手也不知道轻重。这时模糊的音乐突然一卡，随后又响了起来，黑暗中又出现了一束光。等你靠近才发现这次的漩涡居然是红色的，你带着好奇没入其中。这次的画面没有了色彩感，一间办公室内，一个穿着工装的憨厚男人正在激动地与另一名头戴白色安全帽的男人争吵。那个男人模样刻薄，最后将他赶了出去。画面跳转，他站在台上讲话，情绪逐渐变得激动起来。下方的工人也随着变得激动，刻薄的工头匆匆赶来，指着男人大声训诉。他想要驱赶人群，但无济于事。画面变换，黑夜里，阴影中窜出几个身影，开始对他拳打脚踢。最后一个画面，男人被装在一个铁桶中，被丢入一个深坑里，上方开始浇筑水泥，冰冷的水泥将男人彻底掩盖。画面重新出现在一栋小区，随着画面的慢慢拉远，小区的标牌也出现你的视野内，正是幸福里小区。画面停止，你看着逐渐消散的漩涡，看来刚才的经历都是来自王建国的。你虽然同情王建国，但同情的却是人类的他。
随着漩涡的彻底消散，一道血红色的光芒从中飘散过来，慢慢没入你的体内。你发现随着血红色光芒进入，你的意识正在一点点变得强大起来。下一刻，意识海洋的下方，你感应到了一个存在，和你产生了一股联系。是王建国的本能吗？他似乎更虚弱了，而且还在持续下沉。难道所谓的活性就是上浮和下沉吗？完全解放的鬼便是浮出海面。等等，本能？那鬼枭现在在哪？此刻外界阴影拉着你的身体四处奔跑，不知疲惫地收割着战场上的人群。狄杰悬浮在上空，冰冷地注视着下方地狱般的景象。狄杰的指尖深入掌心，理性地分析着陈潇的杀人规律。果然如此。随后他撕下自己左手的衣袖，只见一只枯槁的左手显露了出来。被鬼侠吸取过后，这只手就失去了它的功能。看来当时陈潇的目标是江明轩。狄杰看着下方，目测还剩下15万人左右。时间1分1秒过去，你的动作慢了下来，眼中红光闪烁的频率越来越慢。狄杰吐出一口气，似乎下定了某种决心，随后快速地向你冲去。你似乎有所察觉，猛地转过头去，双目红芒大放，但看到来人是狄杰后，脑袋又歪了歪，并未做出反应。狄杰飞到你面前，周身光芒大放，随后右手搭在你的肩头，纯白的双目对上了那道猩红色的视线，无形的精神贯通了两人的脑海。你双目红芒猛地激增，身下黑影迅速朝着狄杰侵袭过去。狄杰大吼一声，只见远处一件物体朝你击射而来。下一刻，你的双目红芒迅速暗淡，而狄杰则趁机纠缠着你的意识坠入深海。半晌，狄杰整个身子猛然一颤，额头流下了斗大的汗珠，随后身体向后方栽倒下去。狄仁杰！只见远方一个黑影被抛了过来，落地时已经变成了半人高的恶鬼熊，他把周围的载体全部撕碎。小雨跟着叶巡从车内下来，有些心疼的把狄杰抱在怀里。叶巡下车看着周围的景象，心有余悸的说道：“这次事件算是结束了吗？”小雨摇了摇头：“我也不知道。”江明轩呢？小雨指着自己：“你问我啊？”此时你沉浮在深海里，有些百无聊赖。只见赵雅柔的意识以一道道音符的形式在你身边环绕，时不时还从你身体穿过。但吸收了王建国的能力后，你对赵雅柔的灵异侵入显得游刃有余。毕竟你挨打已经挨习惯了。大姐，我也是服了，咱们之间有多大的仇啊？你把另一个也拉进来了。哎，就在你叹气之时，两团意识缠绕着向你这边下沉。终于来了，谁把本能带进来了？你激动的起身，终于又能见到朝思暮想的鬼鬼了。一直都是你们拉我，今天总算轮到我拉你们了。随后你向着他们飘去。狄姐感觉自己做了一个很长的梦，他狠狠地抓住一团黑色阴影，向下方无尽的黑暗沉去。这时身旁飘来一团白光，他模模糊糊听到：“你小子把他带下来了，牛啊！不过这里可不是你该来的地方，给爷上去。”然后他便感觉自己的屁股被人狠狠地踹了一脚，意识回归本体。那股力道是怎么回事？赵雅柔，不对，总不能是陈潇把我推出来了吧？这是他昏迷前最后的想法。另一边，江明轩拿下望远镜，对着一个光头说道：“走吧，我们不去抢陈潇的尸体吗？”别问那么蠢的话，狄杰是睡着了，还有那个小女孩呢。更何况灵异已经到手，我还犯得着跟官方对上？陈潇还是交给他们收容吧。城市里还有一些载体，我们去清理掉。石海内鬼枭已经恢复了过来，与你纠缠在一起。你发现他变得更强了，也不知道他在外面干了什么。你看着身边的鬼枭和阴符，这算是被男女混合双打吗？你灵光一闪，突然有了一个想法。就在阴符再次冲过来的瞬间，你身体突然下沉，阴符直接从鬼枭身上穿透而过。只见鬼枭剧烈的震颤起来，似乎被激起了凶性，随后狠狠地朝着阴符撞过去。你看着上方纠缠在一起的鬼枭和阴符，脑子啊，真是个好东西，可惜你们没有。外面，狄杰怪叫一声，从病床上坐了起来。小雨开心地走了过来：“你醒了？今天几号了？19号了。你睡了1天多。”叶巡听到动静也走了进来，随后拿出一个黑色的木匣，只见里面是一颗断成了2半的钉子。狄杰仔细看了看，扔了吧，这钉子正是他能把陈潇的意识拉入尸海的关键。不过现在已经没用了，陈潇那边先围起来，不要让人靠近。050区的3个灵异现在全部在他身上，这种情况前所未见。7天后，狄杰看着一动不动的你，心中疑惑，为什么还没动静？应该也就这2天了吧。他又看了看你一眼，随后走出了帐篷。而就在他转身的一刹，你身体微不可察的一颤，2缕红芒从双目一闪而过。狄杰有所感应，回头望去，没发现任何变化。随后他叫人拿了把椅子过来，坐在了帐篷外。他打算这2天就守在这里，这段距离我应该能反应得过来吧。这一次没人能在我的看管下出问题。此时石海内，你的处境有点骑虎难下。本来这2只鬼打得好好的，但他们虚弱到一定程度后，同时选择了上浮。他们居然不打了，靠！你们不打，那我怎么办？随后就成了现在这个样子。现在要是上浮的话，会同时把他们俩带上去。鬼枭还好说，这货没脑子，就知道挠你。可赵雅柔就不好说了，她可是意识类的鬼，脱离了这里就等于是一个概念。外面那么多人，他出去一定会酿成大祸。你早早被拉入意识深海内，根本不清楚外界差点被你身下的小老弟杀穿了。你看着他们俩，能扶第1次，我就能扶第2次。想到这里，你依然的左手抓着阴符，右手抓住黑色光团，靠着与王建国的本能联系，向下方冲去。眼看离王建国的本能越来越近，阴符突然爆开，连着几声响动，你停止了下沉。随着阴符爆开，破碎的阴符化为点点星光，又重新汇聚在一起，随后在你身旁形成一个红色漩涡。你观察了一会，进入其中。由于赵雅柔的回忆内容太过黑暗、悲惨和现实，做出来的话就不能过审了，我这里就直接跳过了。画面消失，漩涡缓缓消散，化为光芒飘进你的体内。你有些唏嘘，也是个可怜人。随着吸收了赵雅柔的记忆，你的意识愈加强盛了。你现在已经有信心镇压住鬼枭。随后你快速向海面浮去，没了你的压制，鬼枭也跟着冲了上来。你双目闪过红芒，调动起赵雅柔的灵异来。朕一日不死，而终究是太子。有了赵雅柔的灵异音符，鬼枭迅速被压回海面。你看了看周围的环境，走出帐篷，看到狄杰靠在椅子甲内，
大晚上的不躺床上，跑这来睡觉，蹲守复活点是吧？你偷感很重的往旁边小跑，巨大的风声吹过，你没回头，连续几个后空翻躲出老远。迪姐整个人缓缓腾空，有话不能好好说吗？非得打来打去，你确定你打得过我？你对这个人很有好感，他守护的是所有普通人，而且自己能2次夺回主动权，都是因为他。你是陈潇？迪姐深吸一口气，面前的这个人实在超出了他以往对灵异的认知。迪姐想了想，还是打算先搞清楚这人的实力。你能动用什么灵异？你想了想，随后打了个响指。下一刻，迪杰闷哼一声，脸上浮现出一抹嫣红，心脏加速跳动起来。王建国的血肉能力，其他2个呢？你想了下，还是决定如实相告。他们在我的脑子里互相制衡。半晌，迪杰重新降回地面，他伸出手，表情诚恳：“你的存在很有价值，能否请你加入总部？”我拒绝。你不想了解清楚你存在的原因吗？而且你只要加入，权、金钱、女，我对这些俗物没什么欲望，我喜欢自由。至于原因，我自己会去查。自己的器官被抢夺，王建国与赵雅柔的记忆，让你对所谓的高层实在没什么好感。那留个联系方式吧，如果有任何问题，你可以联系我。你就这样肯放我走？你有些诧异，不然呢？你不是说了，我未必打得过你，我没有手机，你联系江明轩吧，我现在正要找他麻烦去。说完，你快速跑了出去。你的心情很好，重获新生的雀跃。很快，你的身躯化为一道残影，消失在了远方的尽头。康泰安全集团总部大楼，江明轩正静静站在门口，看到你靠近，他微微欠身：“晚上好，陈先生。”你停下脚步，歪着头打量着对方。江总，好久不见啊！你说我们的旧账该怎么算？陈先生说笑了，我们之间哪有旧账，倒不如谈谈未来。未来？你嗤笑一声，揪住江明轩的衣领，把他提了起来。江明轩眼神闪烁，身体却不敢违抗。陈先生冷静，关于心脏，我可以解释。打住！我刚才还以为你会用那只右手反抗一下。我们第一次见面，你展露不少价值，我放过你。现在你要不要再来一次？随后你放下了江明轩，他往后退了一步，狠狠地松了口气。既然陈先生给我机会，那我就直说了。您重获新生，力量今非昔比，但人只要还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就难免受到制约。在官方的保持下，目前的社会秩序并未崩坏，金钱的购买力依旧存在。我能向您保证的第一条就是金钱，第2条是信息。全球巨变后，灵异就是最大的变数，在这方面，我能充当您的渠道。你打了个响指，江明轩的心脏猛地跳动起来。钱、信息、权还有女，我真想要这些，加入官方不就得了？用得着你？陈先生，您看得太乐观了。050区死了这么多人，3个灵异又都被您带走，具体的情况，敌对只能如实上报。一个普通人能死而复生，身上还聚集了3个灵异，这例子从未有过。你的存在就是异类，总有些人会盯上您的身体，人性如此。您可能不知道，您或者说鬼杀了超过50万人，虽然这些人已经救不回来了，但那些普通人会怎么想？总有人会按耐不住的。你咧嘴一笑，你分析得很好，我差点就信了。随后提起江明轩往地上打了一按，但你没能解释我交代的你任务为什么会失败，或者说是你有意失败的。既然你能失败1次，会不会失败第2次？对策人就是厉害，没用灵异还能这么抗揍，你真以为我蠢？你能跟我合作，自然也能跟其他人合作。说着，江明轩身上的手机和钱包被你掏了出来，密码。江明轩不敢抬头，艰难地吐出几个数字，给你3天时间，锁区结束，你还能不能活，就看你所提供的信息价值了。3天后，你看着江明轩收集来的信息，你当然没打算杀他，原因很简单，在你复活这件事上，他还是出过力的，你这人恩怨还是分得清。既然他帮过自己，就没必要赶尽杀绝。但心脏被破坏，他肯定知晓。要问有什么证据？那没有，主打一个相信直觉。信息里面最让你在意的是一个关于灵异对策 APP， 锁区马上就要结束了，然后就会进行050区灵异事件的结算。这个结算可以帮你解决一个心理问题，那就是自己现在还算是个人吗？就在你思考着，冰冷的提示音在脑海中响起，锁区结束，剩余保护时间为8760小时。050区灵异事件结束，积分结算已完成，请前往灵异对策 APP 进行查看。这时手机弹出一个提示框，来了。你满怀期待的点开 APP， 请生成你的昵称。你看了看自己的身体，笑出8块腹肌，随后就弹出了很多信息。王建国的才11%，也不少了。随后你在驾驭灵异数量上填了3，却发现怎么也填不进去，你又换成1，才填了进去。所以除了王建国，其他2个都不算驾驭吗？之后你又在灵异性质输入了血肉与再生。随着你的填写完毕，手机又弹出一连串的消息：积分交易可以与人交易积分，但每次会被收取10%的手续费。信息隐匿可以隐藏自己的信息，20积分。积分商店可刷新3个道具，锁定蓝衣，10积分每月。灵异探查花费10积分获得探查灵异信息的权限，持续时间30秒。你回到酒店，没有去管那些解锁的功能，而是打开了灵异论坛。果然上面已经置顶了一个帖子：纪元历02年3月事件区排行：1大颠063区居民死亡数占比96%，灵异事件解决量08。2南韩039区居民死亡数占比90%，灵异事件解决量05。3大英122区居民死亡数占比94%，灵异事件解决量1/6。你看着这些数字有些震惊，96%，说明整个区的人近乎死绝了。随后你又花了10积分打开了商店，最先出现的是一块金条，1000克纯金1积分，无限兑换。出入卡20积分，折幽镜100积分，天机符10000积分。看到这里，你顿时瞪大了眼睛，这道符与自己当初死亡时燃烧的符箓何其相似！你脸色变得阴晴不定，这道符关系到自己重生的秘密，你势在必得。但10000积分上哪去搞？最终你选择了出入卡，因为没有这张卡，你无法进入事件区。这时手机突然放出蓝色的投影，半晌一张卡片出现在你面前，上面赫然写着出入卡。
求人不如求己。你找到江明轩联系方式打了过去，电话很快接通。陈先生，您有何吩咐？别废话，离这里最近的事件区是哪个？您现在就要进去吗？4月份，大厦共有8个区被锁，离咱们最近的是556区，现在是事件生成期，官方对策人一般2号出发。我现在就给您订机票，还是明天早上？您现在还可以休息一下，现在就订吧。过了一会，电话那边又传来声音，给您订好了。不过您这次出行我恐怕不能陪您一起，本来也没指望你。从机场下来，你打车直通556区，很快你站在一道直通天际的红芒前，从怀中取出出入卡放在手上，在触碰红芒的那一刻，卡片瞬间消失，爆发出绚烂的白光，光芒向后延伸，将你整个人包裹住。下一刻，你消失在了原地，进入到了锁区状态的556区。全球诡异降临，世界被划分成一个个区域，每个月会随机生成灵异事件。你本来只是一名普通的大学生，却因为一次体检被人看上血型，利用一场车祸将你的心脏摘除，但你却被选中成这次的灵异事件。你身体刚穿过红芒来到566区，手机就响起了灵异对策 APP 的消息，可进入人数是5，看来这区要生成5起灵异事件了。而官方每次都会让最近的对策人优先靠近，这就是你为什么要第一时间飞过来的原因，打的就是一个时间差。你看着空旷的大马路，锁区之后大多数市民都会躲在家里，尽量不外出，距离事件生成还有2天，你打算先找个落脚点再说。随后你无奈地开始奔跑起来，没多久你看见前方路边停了一辆红色的跑车，而在前方不远处，一个紫色连衣裙的女人神情呆滞地向着旁边的树林中走去。只见树林中缓缓升起一层白雾，直觉告诉你那片树林有问题，而你这次就是奔着积分来的。随后你不再犹豫，慢慢地跟了上去。奇怪的是，当你踏入这片树林之后，林中的雾气开始变淡，而女人则开始疯狂地向深处跑去。看到这里，你脚下猛然发力，快速追了上去，一把将她拉住。你干嘛？你是什么人？救命啊！随后抬腿就踢了过来。卧槽！你灵敏地躲过了一记撩阴脚，随后直接扬起手，随着啪啪2声，她倒在地上，捂着火辣辣的脸颊，难以置信地看着你。清醒了？女人哆嗦着点了点头，眼中满是泪水。清醒了就好。你往这鸟不拉屎的林子里钻什么？我也不知道，就是刚才好像听到有熟人找我。别废话了，赶紧去开车，顺便搭我一程。随后你们2人回到车内，你陷入了沉思。毫无疑问，这树林已经诞生了某种灵异。那它的袭击规律是什么？为什么自己一靠近它就消失了？你看够了没？一道声音将你从思绪中拉了回来。怎么了？只见女人一脸愤怒地看着你。看够了就把眼睛收回去好吗？原来你刚才一直思考的样子，被女人误解成了一直盯着她的山峰。这时你才注意到，面前的女人确实很有姿色。随后你像是想到了什么，重重地叹了一口气。自从可以操控血肉，你的2弟就不是想充血就充血了，肉体的本能已经完全被自己驾驭。你叹气做什么？我更强了，但我也因此失去了一个兄弟。你们女人不会懂的。月末了，你乱跑什么？你还不是一样？我跟你不一样，我就是奔着锁区来的。女人眼前一亮，你是对策人？我叫赵子乔，我男友也是对策人，他叫赵日天，你们身份都一样，应该认识他吧？不认识。快到市区了，给我送到这里最好的酒店。你还没告诉我你叫什么呢？我叫安年。另一边，一栋老旧的居民楼内，老王和小刘站在一户居民家门前，就是这家了。最先发现命案的人叫孙大勇，你去周围看看还有什么线索，我问问情况。好嘞，王叔。随后老王敲了敲门，孙大勇在家吗？我是警探，来了解一下情况。半晌里面终于传来了响动。警探是什么？好像很特殊。随后铁门打开了一道缝隙，一只手猛然从门内探出。第2天，你走出酒店大门，伸了个懒腰。安年，你回头看去，只见赵子乔站在不远处。你还没走，这酒店又不是你家的，既然你闲得没事，就给我当个司机。很快车子来到了一栋建筑前，特异事件处理局一名队员立刻走了过来。陈先生，我们接到通知，您会过来，有发现什么异常吗？报告，有一家彼岸乐园，昨晚有不少游客失踪，李队已经进去探查了。李队是我们本地的自由对策人，你开辆车带我也过去瞧瞧。彼岸乐园地下迷宫内，李默正狼狈地奔跑着，这时前方一块巨石向着他封死了他前进的道路，而身后的地面也开始塌陷，露出了深不见底的空洞。是因为撑得太久了吗？李默叹了口气，将右手伸向前方，看向近在咫尺的巨石，刚准备有所动作时，一道身影携着凌厉的风声，一脚踏在滚动的巨石上，巨石瞬间4分5裂。李默愕然地退后几步，却忘了身后已经塌陷的地面，一脚踏空向着下方掉去。这时一只手臂突然抓住了他的衣领，将他从陷坑里拎起。你露出洁白的牙齿，你没事吧？小老弟，怎么这么不小心？我本来就没事，是你突然窜出来我才差点出事。你是怎么找到我的？顺着声音找过来的。你是不是路痴啊？没事，我带你出去。我谢谢你啊。随后你们转了2个小时，你忍不住道，这座迷宫是活动的，不然你以为我为什么在这里待了那么久？你若有所思。随后只见你猛地冲向墙壁，一拳打了过去。你们2人继续前进，走了没多久又出现一堵，真麻烦，我估计他不会露头了，还是我来吧。说着李默上前一步，右手抬起，几道白芒闪过，墙壁瞬间4分5裂。你们2人就这样一路直行，很快便走出了这座压抑的地下迷宫。李默看着久违的天空，你是从哪里过来的？我当然是为了保护人民。算了，我是专门赶过来搞点积分。另一边，556区的边境线外，一支着装统一的5人小队集结在这里。为首的男子从口袋中取出一张卡片，拿出手机走向那道红芒，突然整个人僵在了原地。怎么了？卫队 APP 提示可进入名额只剩下3个。此话一出，其余4人脸上全都出现了呆滞之色。我们5个人不应该是刚刚好吗？赵日天，一定是赵日天那个混蛋。看到男人有了眉目，众人把
把目光投向了他。赵日天在我负责区域的隔壁548区，昨天他突然发消息给我说，556区封锁了，他女朋友恰好在区域内，所以他临时申请加入我们这次的收容行动。但我考虑到他的能力性质就拒绝了，但我说会尽力保护好他女朋友的安全。他当时答应的好听，说那就拜托我了。结果刚才我突然收到他的道歉短信，多说无益，既然名额就剩3个，我们需要调整行动方案。说赵日天的能力，他调用能力前会蓄力一段时间，然后周围所有的物体都会被粉碎掉。只不过这个能力太强了，他根本控制不住，就算是队友也会被波及，而且这个范围还不大，所以如果他去处理灵异，就要有人给他争取时间，他自己还要接近灵异，但是靠近掩护他的人还会被他的灵异裹挟到。最后的评价是蠢货一个。卫队静静地听着思索起来，随后他看向了2位女子，保险起见，这次行动就你们2个跟我一起吧，你们2人回总部报告一下这里的情况。随后3人不再犹豫，将卡片贴进那道红芒，进入556区。男人立刻拨通了一个号码，不多久一辆黑色冲锋车驶到他们身边，天空开始下起了小雨。城郊偏僻的小楼内，你神情专注地坐在床上，对面是李默和赵子乔。这时一道人影冲了进来，子乔，你没事吧？青年一把将赵子乔抱在了怀里。太好了，我都担心死你了。谁是安年？先感谢一下你救了我家的子乔，事后我会打笔钱给你。我是镇守548区的对策人赵日天，我自信肯定比你们要强，所以我希望接下来的行动由我来统一调度。你比我们要强，看不出来啊，小兄弟，口气别那么大。赵日天看着你们2人，空口白话确实没什么说服力，要不下楼切磋下？我对官方对策人还是很有好感的，看在你前辈的面子上，我会手下留情的。随后你们2人来到了屋外，李默干咳一声，准备好了，开始。话音刚落，你的身影如同炮弹般冲了出去，下一刻一声清脆的响声回荡。赵日天捂着脸，不可置信的后退几步，你怎么还打脸？谁规定切磋不能打脸？好，这可是你说的。随后双手带着劲风向你拍去，你没有闪躲，用左手抓住他的右臂，又是一声清脆的响声再次传来，而赵日天右手也触碰到了你的肩膀处。只见下一刻你的手臂猛然爆出一大团血，整只手臂直接消失不见，而赵日天被你扇得向后退了几步，看见你的样子，随后大笑起来。这是你弟。他的话戛然而止，只见你的肩膀处血肉蠕动，新的胳膊飞快地生长出来，你面无表情，突然一脚踢了过去。赵日天被你一脚踢得弓着腰蜷缩在地上，就这还好意思在我面前装？赵日天挣扎地站起身，突然用力嘶吼起来，周围的空气都开始因为他的力量而扭曲。你当这是小说动漫吗？别人还要给你时间蓄力变身。说着你整个人如猎豹般窜出，一脚狠狠地踢了过去。下一瞬赵日天整个人如炮弹般倒飞出去，你走过去将他拎了起来。没实力还喜欢唧唧歪歪。就在你准备动手的时候，一辆冲锋车疾驰而来，车上下来3个统一穿着的人。这时小楼上的赵子乔惊呼出声，李默手里也着急地射出一道白芒。只见赵日天的一只手掌朝着你的头颅狠狠地拍了过来，你的头颅猛地一歪，令人牙酸的骨裂声响起，脖子竟生生地裂开了一道巨大的口子。赵日天的手掌就这样从那道恐怖的裂口中穿了过去，下一刻白芒划过，他那只手臂便被生生切断。你则趁机将赵日天扔向远处，紧接着扶住自己那摇摇欲坠的脑袋，轻轻一按，随后你再次看向赵日天，大步走了过去。这时卫队一个箭步冲了过来，好了，停手吧！你抬手一拳打过去，只见卫队双手变为黑白2色，左手快如闪电地切到了你的腹部，你只感觉一股难以言喻的诡异感传入身体，你立刻后撤拉开距离，只是下一刻你眼前迅速被黑暗笼罩，失去了所有视野，而卫队则走到赵日天身旁，把手按在了他的身上。赵日天瞬间发出凄厉的哀嚎，随后卫队朝你说道：“你不要乱动，静等5分。”只是话说到一半，突然顿住，只见你双手猛地戳进自己眼，随后2颗眼珠就被生生抠了出来。做完这些，你闭上完全空洞的眼睛，半晌再次睁开双眼，被抠下的眼珠已经再次生长出来。随后你身上散发出诡异的能量，你很好，我对你感点兴趣。卫队瞬间浑身冒出冷汗，说道：“安年对吧？我和狄杰是老相识，我听他说起过你，我无意与你交恶，我们进去说好吗？狄杰吗？你这次可要好好感谢他。”回到小楼客厅，你跟李默站在另一边。先自我介绍一下，我是此次总部派遣的行动负责人魏正阳。当前情况特殊，556区内危机四伏，我们的首要目标是处理灵异事件，确保民众安全。此前我多次进去事件区处理灵异，我希望2位可以相信我，配合我完成此次任务。我都行，本来也打算出手，至于听谁的我都行。如果你的指挥没问题，我会用自己的方式配合你，我有自己的判断。可以。随后魏正阳看向短发女子周玉婷，负责协助。另一位是卓梦，她的能力是封印，是此次收容行动中最关键的成员。如果事有不测，我希望2位能够尽全力保护她。安年，能力你们心里都有猜测，我可以冲在最前面。李默，能力是斩击类型的。另一边，一名年轻的警探来到警探局，只见大厅内光线昏暗。你好，我是特意处的，过来取点资料。接待的警探抬起头，面色惨白，声音沙哑的说道：“好，跟我来。”随后他们来到办公室，你们不开灯吗？只见那人没有丝毫反应，只是机械的问道：“你们那个事件处理局很特殊吗？”这时他才反应过来，此时办公室内已经站满了人，所有人都面无表情，只是死死地盯着他。午夜时分，播报声如期而至，第一阶段开启，72小时内，龙源湾社区内每晚0点前至少组成20对团体，每队团体人数需保持在3人及以上。72小时内，556区居民进行交谈，需先亮明身份。此操作需在556区居民进行交谈总数的50%以上。
72小时内需超过50人前往西郊处进行探险；72小时内需超过100人前往彼岸乐园内进行游玩；72小时内556区居民外出时不得穿戴雨具。这次有5个灵异，我们最好能在3天内解决一个，否则到了第2阶段，我们可能会忙不过来。第1事件60人就能完成，第3事件只要50人，但是迷宫却需要100人。空间性质的鬼太难搞了，我觉得先处理迷宫吧。迷宫内的鬼恐怕并非地狱类型的，据我的经验来看，明确要求人数的都可以先放。我也觉得优先处理其他灵异要好，尤其第2事件，说不定又是传播类型的。050区事件结束后，上面明确要求，亦是传播类灵异应列入收容的最高优先级。说完，他不着痕迹地看了你一眼。第5灵异呢？现在窗外的大雨会不会跟他有关？如果真有关的话，魏正阳突然脸色一变，地下水携带灵异的雨水，一旦进入地下水循环系统，后果不敢想象。第2灵异先放一放，短时间也做不到任务失败。先处理第5灵异事件，联系警探那边，让他们赶快行动起来。好，我联系下王刚。随后，周玉婷拿起手机拨通了号码，这里是特异事件处理局，请问有什么异常要汇报？听着对话那头传过来的话语，周玉婷感到了一丝荒诞。你在特异事件处理局？那我现在在哪？我这边好像碰到鬼了。听到这里，你走了过去，手机给我，我是556区最大最有钱的，只要你过来救我，我给你10个亿。最大最有钱，这么特殊吗？你现在在哪？我这就去救你。我躲在西郊的一片树林里。好，我们这就出发。随后你挂断了电话。警探总局恐怕已经沦陷了，这鬼看来可以制造大量的衍生物，把他们引到西郊，引导双方灵异产生冲突，是目前最好的处理方式了。第5灵异有眉目了吗？有了，携带好雨具，我们去黑龙湖。小梦，你跟紧我。随后你们都淋着雨上了车。突然播报声响起，72小时内556区居民外出时不得穿戴雨具，已失败，雨鬼活性增强，进入暴走状态。是谁？谁这么快就让雨鬼解放？医院大楼下，赵日天披着雨衣，阴沉着脸拉着赵子乔就往外走，他的手已经被接上了。为什么你要这样做？怕什么？556区现在这么多对策人，你还怕他们收拾不了一只鬼？我的车就在旁边，如果你非要外出，淋一点雨我们就到车里了。为什么非要披雨衣？不给他们添点麻烦，到时候他们得到消息来拦我怎么办？你现在走吧，这下没人拦你了。我想我要回去好好思考一下我们的关系了。不行，你得跟我走，你得带我找到你说的那片树林。冲锋车内，魏正阳脸色愈发阴沉，以最快速度前往黑龙湖。这次的鬼恐怕和我们以往遭遇的有所不同。在冲锋车转弯驶入一条街道后，街道两边几名躲在房檐下的行人，他们的双眼与鼻口涌出点点绿色，身体快速游移在地面上，直直地朝这里滑行。李默抬手并指如剑，一道白芒从指尖飞射而出，精准地将他拦腰斩断。看来这些衍生物还算好解决。李默很满意自己的战果，你却指了指车辆后方。李默回头望去，只见最开始被他斩断的那人，上下2截身体已经液化，只剩下几块惨白的碎骨。随后一只手臂从水面伸出，他低吼一声，佝偻着从水洼里钻出来，向这辆车快速滑行，远远地跟在后面。不用再针对他们了，不找到正主，恐怕都是白费力气。李默眉头紧锁，从口袋里摸出把小刀，在自己的左臂上划出一道血痕，上面还有不少伤痕。以对策人的恢复能力来看，这些刀痕恐怕不会超过1个月。你看在眼里，心中了然，这应该就是李默使用能力的代价。李默也察觉到你的注视，抬起头咧嘴朝着你笑了笑。这时魏正阳叹了口气，突然失控，不知道多少没穿雨具的人要被同化。很快车来到了此次的目的地，车门尚未完全推开，李默的身影已如鬼魅般掠出，他并指如剑，几道森然的白芒自指尖激射而出，将接近过来的鬼物斩断。你迅速冲到黑龙湖前，极其细微的嘶鸣声突兀的在你体内传出，随后你直接将一只手臂生生扯断，只见断口处的血流如同打开了闸门，快速流入黑龙湖内。就算是这样，你仍嫌太慢，右手也被你生生甩断，飞向黑龙湖中央，扑通一声，右手落入水中。紧接着你2条手臂的断口处，鲜血的涌出速度再次加快，这些鲜血流入湖面后迅速扩散，仅仅10几秒，湖面就染上了大片的血色。这时原本平静的湖中心突然冒出大片的气泡，随后3个面色惨白、长发披散的人影缓缓从湖面中心升起，那条还在流淌血液的手臂正被他们抓在手中，看他们一起盯着自己，你有点来劲了。身体又是一声嘶鸣，血液再次猛地涌出，向湖中心的3鬼激射出去。3鬼发出一阵尖利刺耳的笑叫，那空洞的双目中竟有黑色淤泥流淌而出。这一声尖笑过后，你身边的水洼里大量鱼鬼的衍生物从里面冒了出来，可惜他们刚凝聚成型，就被一闪而过的白光打散。安年把他们从湖里逼出来。魏正阳与卓梦、李默2人站在一起，不断将周围袭来的鱼鬼打回原形。你周围的雨水砸落在地面上，升起大量的雾气。未等你回话，这些雾气竟凝成环，将你牢牢锁住。下一刻，水雾内竟然伸出数道手臂，几只衍生出的鬼物竟然在你身上的水雾里凝聚了出来。你面色平静，任由缠在身上的鬼物啃咬。他们啃下一块血肉，很快就有新的血肉生长出来。触觉消失了。你看向魏正阳，记得之前此人也剥夺了自己的视觉，但上次剥夺视觉是被他那双手碰到了才对，这次怎么是被隔空剥夺的？魏正阳对你笑了笑，双手在周围凝聚出的鱼鬼身上轻轻一拍，鱼鬼便一阵哀嚎，竟然停在原地一动不动。这人的能力真的很诡异。你若有所思，原本你是打算释放血液来污染湖水，将湖中的3鬼逼到岸上。这时湖心的3鬼又是一声嘶吼，湖面掀起浪花，数道水箭从中激射而出。你操控血河卷着身体躲开3道水箭，下一刻那3道水箭再度折返回来，将你的身体生生穿透。不要躲，去跟他硬碰。他现在的能力带有锁定性质，你躲不开的。他是鱼鬼，不是水鬼，去跟他
他抢湖水的控制权，逼他上岸。你做得到。随后你控制着血海，载着自己移动到湖面上。湖心的3股再次投下，身躯竟然缓缓沉入了湖水之中，消失不见。你嘴角却勾起一抹笑容。回到岸上，几乎在你后退的同一时间，原本停留的位置突然出现了一个漩涡，2只鱼嘴破水而出，阴冷的身躯重重落在地面上。落地之后，它们没有丝毫停顿，一左一右，以滑行的姿势向你游弋夹击过去。你断裂许久的双臂猛然生长出来，主动迎了上去。只见下一刻，